欢迎收听华瑞投音观点。这阵子看着辉达晶片的消息天天刷屏，很多关注半导体和 AI 的朋友大概在想，科技股是不是热过头了？但其实真正暗流汹涌，甚至有些让人紧张的，反而是被大家忽略的记忆体和载板市场。很多人以为 AI 算力大爆发只是辉达单一 GPU 的狂欢，只要买满显卡就问世大吉了。但野村证券与瑞银集团发布了多份重磅半导体与记忆体产业监测报告，帮我们亮出了一张颠覆性的底牌。原来辉达为了不让常规动态随机存取记忆体被高频宽记忆体 HBM 彻底抽钱，已经紧急将其下一代 V2 CPU 的记忆体规格无情砍掉了一半。与此同时，日本快闪记忆体巨无霸凯霞不仅调高了全球 AI 推理的长期增长斜率，其12个月目标价更是被野村证券直接往上狂拉了近乎1倍。今天我们带大家看清这场由算力重构倒逼出来的全球记忆体大重组与资金新底牌。瑞银在最新的半导体报告中披露了一项非常硬核的产业链变更。根据他们最新的渠道点检，辉达已经在近期正式拍板决定，将即将推出的 V2 CPU 所配备的 SoC-AMM2 记忆体规格从原本规划的 1.5TB 无情的下调到了 768GB， 这相当于直接把记忆体的容量砍掉了一半。大家可以试着想一想，辉达为什么要在这个关键节点对自家的主力 CPU 进行如此大幅度的规格缩减？这在实体世界中反而释放了一个极其紧缺的讯号。瑞银分析指出，辉达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平衡当前极度紧绷的全球 DRAM 产能，因为随着高频宽记忆体 HBM 以及伺服器高阶 DDR5 的需求出现非线性暴增，全球的晶圆产能已经被挤压到了极限。如果继续维持 1.5TB 的超高规格，将会面临严重的记忆体断供风险，甚至直接拖累其最新机架系统的排产流速。另一方面，这也是为了应对独立单机版 Vera CPU 需求大超预期的主动调整。辉达此前宣布，独立单机版 Vera CPU 在2027财年将会带来高达200亿美元的巨大营收机会。这意味着仅在2026年，市场上对独立 Vera CPU 的采购量就将额外增加超过100万台。如果把这些独立订单加上与其最新图形处理器 GPU 绑定出货的份额累加起来，2026年全美数据中心对 Vera CPU 的实际采购总量将会直接飙升到超过200万台的惊人高度。这种需求上的暴力拉升，使得辉达不得不主动降低单机的记忆体配置，以空间换时间，确保整条 AI 产业链的顺利运作。而在这股由 AI 算力高消耗引发的产能虹吸效应下，常规快闪记忆体与企业级固态硬碟同样正在迎来一场史诗级的价值重估。这就涉及到日本快闪记忆体巨头凯霞在最新投资者日上所抛出的重磅底牌。瑞银与野村在报告中指出，凯霞的管理层在会上展示了无与伦比的经营自信。首先，随着代理型人工智慧的普及，全球对于 AI 推理需求的膨胀速度远超市场先前的预估。为此，凯霞官方正式将全球 AI 推理需求的年复合成长率预测从先前调查的 20% 调升到了 22%。 为了在物理世界中守住这一庞大的增长，凯霞宣布将在未来3年内累计砸下高达4700亿日元的资本支出，以及2300亿日元的研发费用，全力加速其最新第8代 BICS8 的产能释放，并力求在2026年底前将 BICS8 的产量占比直接拉升到 80% 的水准。与此同时，其更先进的332层第10代 BICS10 研发进展极其顺利，预计将在今年夏天正式向全球大客户派发样品。这在基础代差上直接为凯霞锁定了未来数年的超额利润利基。然而，在这些硬核技术指标的背后，最让全球长线避险资金感到兴奋的，则是凯霞在长期合约谈判上所取得的制度性突破。瑞银与野村的报告同时强调，有别于以往那种仅仅锁定2年期的常规合约，凯霞目前正凭借着其在企业级高阶固态硬碟上的技术优势，全力与全球超大规模云端巨头们推动跨越2028年甚至2029年的超长周期 LTA 战略协议。大家可以试着想一想，这项制度化合约的普及在财务上意味着什么？
它本质上是让大客户们以高度稳定的高位价格提前锁定了凯霞未来数年的全部产能，这彻底平准了记忆体大厂过去最害怕的价格波动与去库存风险，为公司的盈利能见度提供了极其坚实的制度安全垫。基于这项大幅提升的盈利稳定性，野村证券在发布的报告中做出了一个极具震撼力的估值修正。野村宣布将凯霞的12个月目标价从先前的68000日元暴力往上狂拉了近乎1倍，直接设定在了115000日元的宏伟高度。野村团队预估，凯霞在2028财年的营运利润将会攀升至 9.8 兆日元的历史新高。这项目标价的翻倍，无疑向全球二级市场拉响了记忆体板块价值重估的终极警报，宣告了任何关于行业即将见顶的悲观预期可以彻底终结了。对于这场由辉达规则调整与凯霞目标价翻倍共振交织出来的半导体新变局，华瑞认为这本质上宣告了全球 AI 投资已经正式跨越了单纯追逐 GPU 算力的初期阶段，大步迈入到了重估最底层物理存储与长期产能绑定的下半场深水博弈。市场长期以来习惯用传统周期性大宗商品的落后框架去打折计价美光与凯霞等存储龙头，却忽略了在 HBM 晶圆高消耗以及代理型 AI 刚性需求的双重制约下，存储产能的稀缺性正在呈现出结构性的攀升。当高达 80% 的产能即将被 LTA 超长约锁定，这本质上是在将 ZEISS 存储大厂重置为具备极强定价权与高资本回报率的科技蓝筹。而辉达主动将 Vera CPU 记忆体规格砍半的行为，更是用最真实的动作证明了底层记忆体带宽与容量早已成为整个计算系统最核心的物理瓶颈。随着这种物理瓶颈在2026财年下半年的进一步扩大，传统上被忽视的高阶 DDR5 与企业级 SSD 的溢价空间将会迎来报复性的均值回归，重塑全球资金的套利防御版图。当然，在我们乐观看待记忆体产业上行空间的同时，专业的研究报告也提醒投资者必须防范转型期可能面临的双向风险点。第一个关键风险在于先进封装与代工良率在实质产能攀升时的时间摩擦。野村与瑞银指出，无论是 HBM 的多层堆叠，还是凯霞332层 BICS10 的量产，都涉及极其复杂的材料与化学工艺。如果2026年下半年制造商在技术转换中的良率提升速度不及预期，将会拉长项目的交付周期，进而延迟利润的兑现。第二个风险则是全球宏观消费电子需求的复苏滞后。报告中提到，虽然 AI 伺服器需求无比强劲，但如果传统智能手机与个人电脑出货在下半年出现意外的疲软，其去库存的压力依然会对通用存储的合约价造成阶段性的压制。所以说，如果大家想在这场半导体大洗牌中看清资金底牌，做好防御配置，我们的目光就千万不能只盯着大盘晶片指数每天的起起落落。在接下来的这几周里，大家重点盯紧2条最实用的观察线索。一方面是要死死锁定6月24日即将公布的美光科技最新季度财报与业绩说明会，这会是直接验证全球长期合约定价以及常规记忆体供需吃紧温度的黄金风向标。另一方面则是密切关注凯霞与那些超大规模云端巨头针对2028年超长约长期合约的实际谈判与签约进度。把这2项高密度的硬指标研究透彻，我们才能在市场剧烈的流动性拉锯中理清头绪，在风浪真正来临前，提前给资产找到最安心也最稳妥的避险防御路线哦。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